徐正熙、孟子仪花琉璃一文热播中。该剧改编自作家月下蝶影的小说《造作时光》，讲述了以冷面冷心著称的太子姬元素和以造作娇弱示人的花琉璃联手铲奸轻浊，并且由此生情，喜结连理的故事。太子姬元素和武将之女花琉璃各自穿着怪异乖张的马甲，以跋扈荒诞为画皮，掩饰气跃风光的本性，为查明尘封多年的旧案而努力。出场自带冰冻效果的姬元素，在百花心仪、万般仰慕下都无动于衷，却唯独对宣阳药躺平，并且一见到自己就退避三舍的花琉璃穷追不舍。探究背后缘由，竟是他为了激发花琉璃的斗志而实行的挫折教育。当戏精小魔女遇上冷面腹黑太子，二人因为案件线索交叠而屡次甜斗交锋，一个了而不自知，一个备了难自持。欢喜冤家的桥段不断上演，而就在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氛围里，他们的情感也急剧升温。当能演的花琉璃遇上会道的姬元素，推拉过招之间妙力相合，灵魂对戏必然火光四溅。花琉璃立志要做一个病弱美人，在庄子上养上好几个面首，可是她答应了太子，在20岁以前不养面首。在乐坊经过扫黄打非，已经没什么貌美的琴师，比如那个曾经引得2个郡主为他大打出手的琴师云寒，先是被太子不满，后来是发现是敌国奸细，刚出场不久就被拉去搬砖了，从此气质不在。花琉璃是有点遗传魏将军的，从小就喜欢貌美的人，所以他自然喜欢上了太子。再加上有些误解，他一直以为太子是一个生母早逝，在后宫中被排挤的小可怜。花应廷和魏明月知道自己家的小粉猪拱了人家的大白菜，不由得有点心虚。知道自家闺女的真面目和喜好，他们不由得祈祷太子不要变丑。昌隆帝之所以那么信任花家，是因为花应廷和魏明月在他最难的时候一直挡在当时还是太子的昌隆帝面前。先帝曾经和太后也有一段甜蜜的时光，直到后来先帝爱上了妖妃，想要废掉昌隆帝这个太子，改立妖妃的孩子为太子。先帝提出这个想法不久后就神秘地病倒了。毕竟太后也是个有手段的人，妖妃想要杀掉昌隆帝，那时候只有他们2个人坚定地守在昌隆帝面前，替他挡住前来的刺客。他俩身受重伤，却护住了昌隆帝。昌隆帝是真的很信任花家人，所以他一开始想要撮合英王和花琉璃。英王虽然过于自信了一些，但是心思比较单纯。不过这桩婚事，贤妃和英王都不同意，昌隆帝便作罢。昌隆帝其实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宫妃犯点小错他可以容忍，虽然他偏宠太子，但是其他几个皇子公主也是他的底线。四皇子到3岁还不会开口说话，宫中有闲言碎语，说四皇子痴傻。昌隆帝特意将四皇子带到身边抚养，他告诉四皇子，他是上天送给他的珍宝。一直到四皇子开口说话，才将四皇子送回林妃身边。太子体弱多病，昌隆帝是将太子带到身边抚养。他对于几个妃子其实是一视同仁的，更加偏爱太子。不仅因为太子是他从小养大的，更重要的是太子比其他几个皇子更加适合当皇帝。因为自己被雨淋过，所以他对每个皇子都很好，给太子绝对的信任。当昌隆帝知道太子喜欢上花琉璃的时候，他心中是有点害怕的。年轻的时候他追过魏明月，那时候魏明月是京中第1美人，他口花了几句，魏明月当着他的面拍碎了一条石凳，从此留下心理阴影。太子和福寿郡主2口人身上都是有点绿茶在身上的。在太子的催促下，钦天监终于确定了吉日，太子和花琉璃终于在一起了。他们2人的爱情真的很甜，没有经历磨难，就算小宫女陷害太子，花琉璃也绝对的信任太子，2人很恩爱。姬元素的后宫只有皇后花琉璃一人。